这样来都来了，我就做了，好不好？来都来了，来都来了 ，nice 啊！Just my time， yeah。那如果给你选，如果你要掉，你会掉右边那一颗，左边那一颗？其实哪一颗都一样，两颗，哎，不一样啊，差不多吧？不是那么对称的，对吧？不然你看一下。阿迪尔会硬举，然后腿推或是蹲的一个，好，都可以。跟动作啦，不跟重量啊，因为重量一定跟不上嘛。我没有用很重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没有用很重啊，阿迪有320。白痴哦，我又不知道嘞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我就是轻松练，我们安全第一哈，因为我没有带任何的这个装备哦。好不好？待会可能要跟你借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超级恶王。大家好，我是超级杂克王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拍专业的训练影片了。确实，有一段时间了，对，3年、2年。这是你的频道嘛？这是我频道，所以你应该是当主 key。OK， 我就配合你。不是，我的频道是你的频道才训练。哦，真的吗？所以你才是主角。所以我应该开场才对。对。好，大家好，这是杂克的频道。今天在炸鸡店。没有错，炸鸡店3店。毕业炸鸡店。对。好了，今天要练什么？我们今天要练腿。真的假的？不要吧。久违的练腿，有点可怕哎。你知道我膝盖受伤这件事情？你现在为什么受伤？我之前打球，干白痴，哪有人在那边玩健美还去做别的运动的？你就是玻璃娃娃。健美选手是不能打球的，就是很专注在只做健美这件事的人，是不能乱尝试其他运动的。你如果要的话，你可以，但你要很缓慢的去练习这些东西。你看一个这样，所以你受得了，这太突然了。你平常那么僵硬，你突然这样，其实我还是蛮灵活的，膝盖就断了。我还是蛮灵活。那你是受伤啊？对，还是对啊。你看我就是不会去做这种事的人，所以你看我还好好的活在这边。会不会是你本来就不会打球？我会打球。你会打球吗？你真的会打球？我会打球。他以前球员。对啊。哪一种？只要拿了球都可以是球员啊。哪一球还是？哪一种球？篮球。我跟你讲，确定是篮球。篮球我可以跑很快，虽然我都投不进，但我是工具人，我是负责守备的。你是打铁的啦，打铁的。对，我就负责撞人的。那怎么办？我膝盖痛哎。我们就正常做吗？对，因为其实我训练。好了，不然这样，待会我就尽量跟。如果真的跟不上，那就是我就做个动作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是故意的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怎么可能故意的？我就认真跟。我也是认真。好，你当然认真啊。我们就是教大家，现在我们已经多久没有一起练了？3年。3年。可以全力练。可以全力练。好了，我尽量跟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来让大家看看我们的练腿。OK， 来。所以你现在在备赛嘛？对啊。那在备赛这段期间，你的训练的这个样态会是大概长怎样？训练样态是什么？就是很重的，然后组数可能1、2。强度大概就抓正常，就是我的总组数都在正常，这个太笼统了吧？正常有人6下正常，有人60下是正常。我的正常是几下？我的强度大概选择在8到10下。8到10下，力竭8到10下，还是有保留？就是力竭8到10下。OK， 好，所以待会你的8到10下应该不会太轻啊，也不会太重。好 ，OK， 我就是因为我会去控制，然后我不希望身体有一个太多的疲劳、太强的刚性，因为如果用超重的强度的情况下，你身体很容易绷很超强刚性。那这个刚性产生的时候呢，其实就容易被刚。不是，就是很容易会想被刚。他让我要讲什么了？不是，你要讲清楚啊。肌肉就没有办法好好收缩，因为你全身绷紧了嘛，都卡住了。对，就是等张收缩了，所以你的肌肉没有办法拉长跟缩短，所以你的动作也不能拉长缩短。好了，不然这样，来都来了，我就做了，好不好？来都来了。对，会痛吗？会痛吗？不会啦，我蹲比较会，拉起来。我蹲也蛮容易会不舒服的。你有受伤吗？膝盖？其实还好，其实没有，但我好像最近会那个膝盖很容易积水。不是积水，就是我开车的时候开久了，因为都呈现弯曲的状态，我突然很麻很酸，压迫到了，是吗？不知道为什么。可以吗，教练？可以 ，nice。OK， 好。那我可以扣out一下吗？扣out什么？扣out一个拉力带。拉力带可以吗？因为我相信待会拉的重量应该不会是不用拉力带的重量。真的是三生有幸哎，能跟台湾的腿王一起练腿，这小时候的梦想，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最期待就是可以跟热广一起练腿。小时候？对啊，小时候是什么？我妈都跟我说，你之后练腿一定要找热狗啊。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站在热狗旁边跟他一起练。虽然说没办法全力练，但是我们还是怎么讲，能够珍惜这样的机会。加吗？再加吗？
对我3片就好了。哦，3片，大概就3片而已。好，3片开始正式组。而且你现在状态其实也还蛮好的，你是打算什么时候比赛？打算明年比。明年哦。对，就是明年。哇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今年本来就要养肉啦，我去年比了1整年嘛，那我觉得在舞台上还是偏瘦嘛，所以想说那今年就是你说是在 IFBB 的舞台上吗？没有错，这个是正常的啊。是这样吗？你在 IFBB 的舞台上，谁不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也是，没有，那就对了嘛。至少我觉得再给自己完整的时间好好的养。所以你希望以一个自然之躯去挑战这个？对啊，这是我的目标。公开的联盟。对，反正就是试看看嘛。因为怎么没有报它的自然的？因为我想说，自然就是跟自然选手比嘛。那强度太低了。也不会强度太低啊，也不能这样讲。我不是说强度太低，而是说我想要试试看自然之躯有没有机会在这个公开联盟拿到成绩。我觉得有办法。之前你们都有试过了，就是有试过，但是就是我觉得还可以更好了。毕竟这个美名不能让大家去专美于前。对，是他说的不错。对，没有啦，因为你看嘛，台湾有人自然在 IFBB 拿卡，对啊，那缺一个古典在 IFBB 拿卡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目前还没有人想要这样做，那我就先扛下这个责任好不好？而且尤其是这个更难。那如果是你看你一直拼的情况下，强度又越来越，现在1年比1年更高的情况下，对，让自然之躯拿到卡又更难的情况下，如果你一直没有成功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干？不会啦，因为怎么讲，这个就是一个你永远不知道会不会达成的一个目标。那一开始就已经设定好了，所以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，因为我目标应该是这样讲。一开始就已经帮自己打预防针了啦，我就觉得不一定会拿到啦，所以就觉得好像没拿到也没关系。但我就是想做这件事，对，就想做，就很热血，做到了，干我就真的超屌，害怕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，就这种感觉。主要是想要传达这种精神给大家啦，因为毕竟这个健美东西我们强的什么？强的不是我们身材，强的是我们的心智。心智没有错 ，Nature is the best。我是说他的，我讲，这我讲。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，来自于自然嘛。对。9，等一下吗？是我算错还是你算错？应该是你算错，但我也忘记我几下。你有发现我现在训练跟以前蛮不一样的？有啊，节奏是很慢很多。可能没有像不会这样一直靠。以前比较像在练心肺啦。以前我立志成为一个心肺大师嘛，对，心肺大师，有氧大师嘛，对不对？有氧大师，难怪那么瘦。用杠哑铃做这个有氧。没错，我后来发现是你要很稳定的控制情况下，去把这个动作做完整，然后强度又要够高，这样才是好的。确实，对啊。因为你以前只是为了要拼，就觉得次数越多越好。教功课这样，好像很热血，对不对？你发现好像有做很多白工，只有东西快流出来的感觉。对。我说汗，因为做很多下嘛，被反复重复的。对，所以就有东西要一直很酸，那个酸会有点肿起来的感觉，太多了，不会帮你长大。靠很多下不一定会长大变大。对，有时候到点就是正确的这样完整的收缩，它才会有，它就突然变大了。对，应该是要变大才有办法完整收缩啊，通常是这样。对，我生活 DIY 中发现训练的真谛，生活大师啦，来，我这样，可以哦，轻松 ，nice 啊，哇，有感觉哦。有感觉，有哦，来啊！受不了，妈妈 ，OK， 所以你现在全部改了？对啊，就是我从上下肢都改了。对，我从去年开始备赛 IFBB 之后，就换一个训练模式了。那我发现一开始自己很不习惯，因为我会觉得说量这么少，我真的可以进步吗？对。会开始有点怀疑这样子，练得够扎实吗？
让我发现开始，因为并跟教练沟通了，对，那我觉得要相信他，我就这样做，做了大概2、3个月，我觉得确实体现在我身上，就你会觉得块状什么变明显，对，都开始变大了。有去年那一场我有看，我觉得差蛮多的，对，精致度更高了。对，所以这样看，其实并没有因为改变训练模式而你失去原本该有的线条。反正以前会觉得说次数做少了什么，会不会切割就不见了？其实反正不会。对，应该说你只要该有强度有，而且你的收缩都有收缩到，用肌都该控制，它的线条切割一定会在。你只要体脂够低就好了。如果没有，代表说体脂不够低，对，体脂不够低，或是你根本就没练到，对，你收缩不到那个地方。所以等于说要把你的水倒掉了。对啊，水装满装不了东西啊。对啊，因为有时候确实我们在开始走到一个境界的时候，是我们用我们以往的方式，习惯太习惯变成的，我们会觉得这个才是有用的啊，不然我怎么练到这样子？对啊，但你会发现，如果我想要更进步、更往上，我不能再靠既有的方法，对，既有的旧有，可能也可能是比较不好的思维，你想要办法去改善。所以其实很多时候，这个调整一下心态是很重要的。对，要去愿意接受，就是自己可能做不好的地方，然后去学习，真的去学习，然后真的是愿意相信他去做调整，我觉得这是最难的。勇于面对啦。对啊，而且还有一点因为你都已经是奥赛选手，你要放下这个原本的身段，对，去学习。对，但其实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我一开始也是因为这样子，我就觉得我身为一个职业选手，我要有我的能力。你应该说你再怎么找也是找什么奥赛备赛选手或者什么之类的。对，我应该要做好这件事，我自己应该要有能力做好。对，我怎么要去找别人？这样我很废。对啊，但后来因为一些转变吧，然后我发觉说，我只是单纯的想要做健美或者把这件事做好而已。那时候我就不会有其他的什么先入为主的想法。对，我是任何能让我变好方法，我都想要去学。也不是说肌肉大了才能够当好的教练。没错。很多时候他脑袋有什么东西在重点。对，而且那个才是你缺乏的。原本肌肉就已经很大，你去找一个肌肉更大的，其实也没什么用。对不对？因为你的思维有可能，除非他的肌肉可以装到你身上，对，有效。但是那我感觉明显没办法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我现在也比较少做深蹲了，因为很累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主要是很累啦，不是他不好啦，主要是太累了。他不好，他不好，因为累就不好。对啊，我就觉得我以前到底怎么练的，很佩服以前的意志力，就是会觉得说，如果让我重来一次，我可能已经没有那个冲劲了，意志力再去做这件事，除非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我从未体验过这些辛苦的话。你有发现过，就是自从那一次之后，我们就没有在一起练过了吗？对啊，就是因为那一天我吐2组，干你娘，怎么练啊？我大概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厕所度过。我跟你讲，我的改变你看得见，现在是不是不一样？好，那就好。对，这样我们还能是朋友了。对。往前 ，nice，OK， 哇，舒服。有。舒服。然后立练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吗？可以摔杠。不是你杠片放着就好了。好，大家会有人帮你。对，这我听说这一点，就是我跟你讲，通常甚至你杠片乱丢，也会有人过来帮你收，也不会骂你，对不对？全台湾哪家健身房最好？对，就是立练了。因为你练完你刚放就好了。因为通常我们去一般健身房都有一种这种社会压力，就是你杠片练完一定要收。可是这很不合理啊！就是如果你练完之后很累了，对，还要收杠片，这谁要练啊？对啊，这会降低人家想要训练的欲望啊。没错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立练可以这么成功，就是因为练完杠片是完全不用收的。对，就丢了就好了。这是你乱丢，没人会骂你，会有人帮你收。对，有人帮你收。他说我帮你收就好了。对嘛，不知道为什么立练那么成功。对啊，就是因为这样子啊。记得，所以说不想收杠片可以来立练，都有人真的有人相信，但是要记得给小费。对，来给你啦，200块帮我收杠片。他被打不要怪我们哦。不是，他是正版的，他是正版的，我只支持正版的。对，我不能说哪一个牌子有可能致敬他的意思，有致敬他，对，致敬他的意思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比较好用，对不对？
没错，我觉得所有人都是这样，你会希望这个东西是好的。其实现在健身房开很多，然后当然大家有时候为了省成本，会用很多是确实啊，比较便宜的器材。当然有时候你可能一般人不懂，他觉得做什么差不多，但用久了，或是你开始练习久了，你绝对感受得出来这个东西的那个差异性用久就会出来了。对，东西的损毁、耗损率啊什么之类都算进去的时候，这就差很多了。其实反而用正货不会比较贵哦，就比较像是你一开始先丢一笔钱出来，那它的保护很久，你不用一直汰换。对啊。但今天这个东西品质很不好，你就要一直花时间去。就像是什么？就像是你医美可以做出腹肌，但是用训练练出来的腹肌还是比较牢靠的。没错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有没有？这比喻不错吧？因为分腿练习正常来说我们会用那个哑铃啊或杠铃去做，但我们这是用因为这台深蹲的器材去做 ，head squat 的器材去做。好处是因为它比较不会那么累。对，不会那么累，核心用力另外一个靠背之外，但它这个板子很大，因为分腿蹲我们可能脚踩的那个位置就要比较高一点。对，但它这个板子超长，所以你要做什么角度都可以。你甚至脚跟可以踩在这边。重点是，如果你等一下会觉得这个重量很重，它这边有个地方可以挂。哦，是干嘛？你知道吗？干嘛？可以降重。哦，哎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所以有些是女生啊，或是我们自己体力不堪，但是你不想要把这钢片拔掉，你就减一点重量。哦，你就直接挂在那边。对，挂在上面。啊，对。我靠。哇，好累。不过这台真的蛮好做，很舒服，很顺的嘞，不会卡住。像哪一台会卡住？其实有很多hard squat它没有那么好踩，一样好像差不多的角度，但下去你会觉得卡卡。哦，对，了解。OK， 哇，好，哇，你都累成这样，我不敢想象。装的哦，你演的蛮像的。好爽。对啊，演技很自然。论自然，不会有人比你自然。也是啦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是。哦，我干，这个好重啊！哇塞！哇，还有一只脚。对啊，还是我们下次再练另外一只脚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不会只练一次啊。其实那个红顶鹤哦，干你娘！哇，这脚没办法你另外一只脚是？没有，我是这只脚受伤啊。哦，这只脚受伤，靠背怎么办？等一下，我是他的辅助。干好像没办法，真的。哇，没办法，生气了，干他少做一点。不能啊！只做左边好像怪怪的。所以你的膝盖是积水吗？没有，应该说里面的软骨磨掉，所以它没有缓冲，所以我刚刚要下去其实会痛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觉得下去就起不来，因为你可以感受得出来，是不是单纯你觉得很重不想下去，而是说你会知道下去就起不来。就像你深蹲，假如你 PR 是200，我懂，硬是要你扛240，你可能背着下不去，干你根本下不去啊。对。完全下不去，徒手，哇！那你蹲下去骨盆会跑，对不对？它不会跑，所以你会想要舒服的位置，所以你骨盆会跑，会吗？它有可能跑，我如果蹲下去，它可能跑到地上了。我如果真的蹲下去，它会跑到地上。这样是真的有在跑？这样算跑吗？算跑，对，跑很大，它会跑走。好，哇！以前都不觉得膝盖的健康有这么重要，但是当你不能练腿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哇，膝盖健康好重要。哇，好羡慕哦，羡慕能蹲呐，真的。后悔了。操你妈 ！TYR 训练鞋，我今天穿的是这个 TYR 训练鞋。你看这个一蓝一红，不是我穿错，是它本来配色就是这样。但这是看起来很像跑步鞋，对不对？
大家其实是拿来重训的训练鞋，它的这个底啊，它没有垫高，举重鞋会垫高，对不对？然后是硬的，它不一样，它平底，可是它还是硬的。你在训练健身房里，你可以用它做很强的训练，但也不会觉得不舒服。这样就很重嘞。我们现在是工商时候，老板，请介绍你的健身房。他等下介绍几分钟，靠我算下来，要记得寄发票给他。我们这是树立一个榜样，这样以后大家带进健身房就知道怎么计费了。怎么计费？秒数计费。秒数计费。1分钟多少钱？比较合理啦。你看入场1分钟1块钱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因为你干嘛？你那个闸门要不要成本？对不对？你开发票时间要不要成本？这都是成本啊。那为什么不是用秒计费？对不对？用分钟计费，但太不合理了。没错。店家很亏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店员在跟你讲话的过程中，要不要钱？如果1秒钟1块钱，1分钟60块。我相信1秒钟1块钱的时候就没有人了，大家不会乱滑手机，就没有人了，大家一定会训练啊，跟那猫才训练，一定是，毕竟每个都是精华时段。对，都不敢大便了。1秒钟屎要喷出来。夹着，要不要看1秒钟1块钱，然后超高级健身房。好，我们走这个最高端市场。对，然后还有人帮你搬钢片，女仆让你倒乳清，帮你搬钢片，帮你做乳清，穿迷你裙帮你补。1秒钟1块钱。那可以哦，有搞头，那有搞头，可以试看看，对，你还加哦？看能不能做个6到8下强度，应该可以哦。这样我就可以休息了。好啊。我还发现，如果可以稳定控制，做越少下，越不错，就痛苦时间越短。对，就是把它用到最痛苦。那个做30几下太痛苦了，对，做6下就好了。就是心肺就是负荷不了，越老越不行。他真的好羡慕。我可以去练那个吗？感觉那个比较好玩。跟女生一起，我也想要去，跟臭男生一起啊！我操！啊！我要开一间只有女性的健身房，杜拜都有只有男性的健身房。我要开一间除了老板以外，其他都是。那间真的只有女生哦，男生都是啊。气氛超好的，你知道他们都引以为豪啊。可是我就这种就是看妹子的。没有，他们不是，他们是真心热爱肌肉这个东西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可能没有。但我觉得观点不一样了，有好有坏，但他们没有歧视女性啊，但他们觉得这样的情况下就省了很多问题。对，他们也有混合健身房，也有全部都是女性的，也有全部都是男性的。那些开全部都是男性健身房，就会觉得说。他们这样比较单纯一点点，单纯啊，没有那些爱恨情仇啊，对，就不会有骚扰，不会有搭讪什么。我来健身房，我就单纯的训练，跟这些棒子训练。当然，我们不外乎产生一些男，那怎么办？那怎么避免？难怪他们每一个厕所都有一个看守人。真的吗？就是你一进去出来，他就继续打扫了。你刚刚这是打扫的动作吗？你刚，不对，这很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帮你清嘛，你退房了，你退房了，他帮你整体打扫，哇，都清干净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好开心，这个毒都排光了啦，对，毒都排光了。教练还可以吗？很标准哦。哇，标准的痛啊。那你会痛，那你怎么办？忍啊。但你有去看医生吗？有。那他要说什么？他就说忍啊。那你可以重建吗？没有，他手术时间太长了，我就不想手术。手术吧，手术你才能再创高峰。我跟你讲，真的。啊，现在吗？那我这组要做完吗？要啊。忍完再去做手术哦，好。哇 ，nice。下一个一样做腿推，我是腿前腿后这样交流啊，交替做，这样才不会过劳。然后等下用的是 New Tech 的腿推。一般腿推你在做的时候，它的这个斜板它只有一面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它是做一个有3个角度，斜的角度，有3个角度。然后又够宽，所以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做。然后重点是它这个背的这个地方，
超大，躺起来很舒服了。对，躺起来舒服。一不小心可能就会睡着。对，对，练到睡着。好累啊！这是你坐在旁边踩出去，哦，干定啊！然后就这样就好了。哦，好重啊，好重啊，好重哦！看不出来，感觉还好。我觉得你家膝盖受不了，完蛋了。这台没有想象中的轻诶。那你待会要加油，你要帮我补多一点。蛮舒服的。哇！我发现它有一个不一样是，我踩好卡住之后，它下来到点就踩出去了。可是就你不用出力，它就出去了，是吗？不是，都要出力。可是有些器材是你下来之后，你下来到一个深度的时候，骨盆会翻，这个不会翻，会后倾，这个不会翻，你自己做看，我觉得很酷，感觉蛮厉害的哦。哦，不会翻，对不对？对，蛮稳的。nice， 啊，有，10，还行吗？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可以哦。你帮我补看看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试试看。啊，干，我们踩高一点看看。好，已经踩高了。好，踩，可以，nice，啊，走，啊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诶，走，踩，nice，对，来，没了，哇，好重哦，感觉可以拔下哦，4、5、6、7、8，再2个，9，很好，忠于自己，10，再2个，1、12，最后3个，1、2、3，刚刚好，是不是？干你娘！sorry， 太脏。干！是，再2个。啊，是啊，是，再2个。蛮累的哦你。肩推。nice， OK， 好，没了。哇，自然比较没有时间压力啦，因为科技会有一个，我的理解啦，我不懂科技，我的理解会是，待会你如果觉得我哪里说错，你可以随时反驳。我的理解就是科技会有一个上限，总上限呐，你一辈子可以用的上限啊。当然在还没到之前，你可能会一次用太多，可能会有身体问题。但是总上限就是到那边，你就是假设你从18岁开始用，你可能这一辈子可能每年都在用的话，用到40岁就差不多，你身体就不能再承受。如果你再继续用下去，你身体可能就真的坏掉。所以它有一个上限，可是自然没有啊，自然就是对啊，因为你一直都自然啊，你身体是健康的啊。对啊，就是你即便练到很老，你可能就是自然的老化而已。应该说不管用药你的多寡或怎样，其实对于身体来说都是一个负担嘛，都是一个消耗嘛。那我们今天在消耗，不管你怎么保固的情况下，你总有出问题的一天嘛。那有很多人在还没出问题之前，他就是已经不比了嘛，就累了嘛，或是走上跑道嘛，这也很聪明嘛，不干嘛？那有些人是想继续比下去的，那当然有些人就是用很健康的方式，所以他到40-50岁他还是很健康。那很多人是他必须要用最好的积极表现，最好的呈现出来给大家看，所以他不断的都要以这种高剂量方式。那也不是说不一定是真的很高剂量，但对身体来说就是比较容易有负担。那长久的情况下，或是没有一个比较长的好的休息的情况下，通常很容易我们身体就是受不了了。对啊，受不了了嘛。然后更何况是有些人他比较容易会有一些疾病或干嘛的话，那他用了药物之后，他就是更需要去承担这些风险。Just my time，
然后在上面那个，好想看、自选就用这个，哇，这个太好看了，直接被请下台。应该不会啦，不用啊，反正我都前10名了。如果我自选的话，我都前10名了，我上面怎么抖都没关系。对我来说，健美舞台是神圣的，就是我绝对不会去。我觉得，但有些人就觉得我想法太古板了，那我绝对不会在上面做搞怪的事情，搞怪的事情，顶多正面摆而已。对，顶多正面抖了，不然你抖一个正面，顶多内裤不小心穿不好，蛋掉一个出来，这样感觉反而更色。对，跑一跑突然掉出来，对，我太大了。因为这种若隐若现反而会更引起，如果更撩人。如果我在健美舞台上不小心掉出来太大了，Swag花500万、1000万请我去拍影片，但我是一个成功。划算，对啊，你有想拍吗？你有想过吗？全世界大家都会认识我。对，你有想过要转型吗？就是舞台上就一颗在这边这样子，你要用那个很自然的方式。我觉得对，那个黑人跑步选手掉整根出来，超自然，整都可以掉出来。我觉得他是故意的，他笑超开心的，他终于掉出来了，然后还翻滚一下，还在笑。那如果给你选，如果你要掉，你会掉右边那一颗还是左边那一颗？其实哪一颗都一样，不一样啊，差不多吧，不是那么对称的，对吧？不然你现在看一下，不是你要拿出2颗这边对比哦。不是啊，那你觉得你哪一颗比较好看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在看哦。我不会平常一直看哪颗都比较好看。它可调的真的很多哎。对啊，角度真的好多。哇。OK， 好。哇，我蛮喜欢这台的，蛮舒服的。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是我膝盖不舒服还是怎么样。我做 hammer 的还是什么的，我右膝盖会痛。右膝你的痛是怎样痛？就会觉得有点卡。但这台不会，这台不会。但是我最近也想去看膝盖。你有积水吗？没，应该是没有。你的痛感是怎样？做伸展的时候，这边会有点不舒服而已，其他都不会。那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，反正就检查嘛，就去检查。对啊，那身体是真的是消耗。对啊。好像是发现一过30，那个原本都不会有事的地方，突然开始出现一些事情。真的，对不对？那真的，方法都差不多啊。然后突然过30，它就开始，好像开始有东破一块西破一块的感觉。真的是，因为它是消耗品嘛，那中偶已经被磨损的时候，磨损到它就是上限值的时候，一整年，一整辈子，它的踢腿的次数有限，对，可能2亿次，对。那你现在可能太早就把它踢完了，1亿多次了，所以你可能只剩1亿次可以踢，干，对，所以踢少一点，对，所以这样子换下来，应该是说你踢重一点会比较划算，因为它是算次数的，确实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组踢6下，跟一组踢12下，踢6下就好了，但是要为了训练效果，踢重一点，对，这就是精髓，训练大道理，好啊，哇，好酸。哇，像丝瓜对不对？哇，丝瓜脚。OK， 今天的训练实录与夹克训练实录就这样结束了。丝瓜脚的训练，已经结束了，太开心了。我觉得今天第一个是很感谢练界这个场地，让我们使用 NewTek 器材之外，再就是很感谢夹克跟我一起训练。其实训练其次啊，我觉得聊天分享东西的时候，经验的时候，我觉得是对我来说相当帮助的。这已经不是在训练上，我觉得在心灵上很多东西上可以开导我。我觉得更开心的是说，好久没有跟热狗一起练了，因为上次练这么久了嘛，对啊，所以这次练我觉得，好像发现你的训练又更上一层楼了，就不像以前就是这么蛮干苦干。我觉得这种训练效果感觉更有效率。对啊，我觉得整体感觉你的训练思维更成熟了，蛮佩服的。而且我觉得其实老实说啊，我们之前练的时候没有聊得那么的多，也没有聊那么深入。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没有这么擅长分享的人，但今天的这次聊天之后就发现，其实你
你很喜欢探讨心灵这一块。对，但是我其实对于一般大众来说，其实我是很难去跟大家聊天，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去做好的沟通。其实有时候不是我不想讲，就是不知道从哪边开始讲起。对，或是不知道怎么跟人家有良好的对谈。所以比如说，不管是粉丝或者很多有合作过的人或干嘛，私底下要聊天的话，其实有时候我会不知道怎么面对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开启话题或干嘛，所以显得好像我那个有点身份那种感觉。哦，对啊，所以可能有点距离感啊。对，但是就是有时候是那种经过那种长时间的认识或多接触久了，我自己可能心房打开之后，就觉得还好，比较慢熟啦。讲白一点就是比较慢熟啦，闷骚型啦，对不对？就是跟我影片中呈现我又不太一样，人设就是不太一样，就是会觉得私底下的境界居然是这么的健谈，娇羞，对，来，不要，好啦，总之感谢你，感谢带我练 ，nice， 好，再约，好不好？再约。